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跑到马来西亚去躺平，也不愿意在国内继续内卷。我是议员，最近我深入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了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和复杂原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个月的工资就像手机电量，看着是满格，一刷就没了。房租、房贷、车贷、孩子教育费、老人赡养费，这些固定开支像一群饿狼，工资一到账就被分食殆尽。更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就像仓鼠跑轮，拼命奔跑，却始终在原地踏步。这种无力感正是催生躺平族的温床。我是议员，今天的故事要从几个真实的马来西亚躺平族开始。张大明，35岁，前北京互联网公司程序员，典型的996受害者。2年前，他做了一个让所有同事目瞪口呆的决定，申请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带着全部积蓄南下躺平。现在的他，在槟城海边租了一套公寓，每天的生活是游泳、看书、学冲浪。他告诉我，在北京，我月入3万，但像个行尸走肉。在这里，我每月花费不到5000，却感觉真正活着。那么，什么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也就是 MMRH？ 它实际上是马来西亚政府为吸引外国资金而推出的一项长期居留签证。根据最新政策，分为4个档次，最高级的铂金组需要存款100万美元加上购买200万马币的房产，可以获得20年签证。黄金组需要50万美元存款和100万马币房产，签证15年。白银组需15万美元和60万马币房产，签证5年。最经济的是金融特区组，50岁以上只需3.2万美元存款和50万马币房产，限购柔佛州森林城市，可获得10年签证。听起来门槛不低，对吧？但当我仔细算了一笔账后，发现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躺平性价比。以中产阶级版本的白银组为例，存款约15万美元，加上房产投资，总投入约200万人民币左右。而在吉隆坡，一家3口每月生活开支可以控制在6000至8000人民币，仅为国内1线城市同等生活质量的一半。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拥有众多优质的国际学校，学费却只有国内同类学校的1/3。对于有子女教育焦虑的中产家庭来说，这无疑具有致命吸引力。我是议员，在深入了解这些大马躺平族的故事后，我发现他们的选择远非简单的逃避，而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生活最优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真实案例。案例1：逃离职场内卷的前码农。李明化名，32岁，曾任职于上海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高强度工作导致他健康严重透支，最终在体检报告亮起红灯后决定改变。通过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白银组，他带着积蓄南下，现在他在线接一些小型编程项目，月收入约8000人民币，加上存款利息，足以覆盖他在槟城的舒适生活。最重要的是，我重新获得了对自己时间的掌控权，他告诉我。案例2：为孩子教育而迁徙的中产家庭。王女士一家是典型的北上广中产，夫妻双方都是企业中层，年收入合计约80万人民币。然而，面对孩子小升初的巨大压力和高昂的学区房价格，他们最终选择了另一条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黄金组。现在他们的孩子在吉隆坡一所国际学校就读，每年学费仅5万人民币左右，而且有更大机会考入世界知名大学。不仅是经济账，更是为孩子争取一个更快乐的童年。王女士说。案例3：寻求低成本高品质退休生活的早退族。55岁的陈先生夫妇原本计划60岁退休，但看到国内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医疗成本，他们决定提前行动。通过 MMRH 金融特区组，他们在柔佛州森林城市购置房产，开始了退休生活。
陈先生表示，马来西亚医疗水平高且价格合理，比如心脏搭桥手术的价格仅为国内的1/5左右，这对于年长者而言是重要考量。我是议员，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这些选择马来西亚躺平的人，实际上不是在真正躺平，而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这让我想起了起源于美国的FIRE运动，财务独立，提早退休。FIRE运动的核心是通过极简生活和高效投资，尽快攒够1年生活费的25倍，然后依靠4%的投资收益来覆盖生活支出，从而实现财务自由和提前退休。FIRE 运动有不同的实现路径。FIRE 是储蓄充裕，退休后不改变生活方式。FIRE 是储蓄只够最低支出，必须极度节俭。Barista FIRE 是辞去传统工作，但仍从事兼职。Cozy FIRE 则是已有足够储蓄，但出于兴趣继续工作。这些马来西亚的躺平族，实际上是在实践一种全球化版本的 FIRE， 通过地理套利，用较低成本实现高质量生活。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种躺平生活真的如描述般美好吗？我是议员，经过深入了解，发现实际情况也有另一面。首先是社交隔离问题，远离故土意味着与原有社交圈疏离，在陌生文化环境中重建社交网络并非易事。其次是事业发展天花板，除非完全依赖被动收入，否则在马来西亚本地就业市场，外国人面临诸多限制。铂金组允许经商或工作，但其他组别则有限制。再者是政策风险，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有提高门槛的趋势。更现实的是，这种躺平生活背后依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根据 MMRH 要求，即使是门槛最低的金融特区组，也需要3.2万美元存款和50万马币的房产投资。这绝非真正的零成本躺平。真实的躺平是重新定义生活优先级，而非完全放弃努力。那么，为什么躺平会在当代年轻人中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我是议员认为，这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当传统的努力成功路径变得模糊，当房价、教育成本等生活压力不断攀升，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和生活的本质。躺平不是不工作，而是拒绝无意义的内卷；不是不努力，而是希望努力更有价值。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在马来西亚遇到的躺平族告诉我的话，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工作与生活、收入与幸福的最佳平衡点。无论是选择马来西亚躺平，还是其他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我是议员，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对这种生活方式有更多疑问，或者有自己的看法想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